你找好兄弟要过年红包，却误发给了他的姐姐白宁冰，该发压岁钱了。宝，可1分钟后，你却收到了99万转账以及一条语音消息。乖，我在开会投屏，别闹。你人都傻了，仔细一看，居然发错人了。慌乱之下，你手一抖想撤回，结果居然按到了删除键。完了，好兄弟的姐姐不会误会什么吧？可你并不知道，白宁冰心里一直藏着个秘密，他暗恋你整整8年，而你是他弟弟的好兄弟。他回国后再次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想把积攒多年的爱意都给你，甚至愿意将命都交付。8年前你突然出国，从此没了消息，他只好把这份爱意深埋心底，直到你再次回国，他暗暗发誓，这次绝不放手。1个月前，你刚从机场出口出来，好兄弟白小纯一眼就瞧见了你，忙不迭挥手大喊：“小袁，这儿！”你正低头摆弄手机，听到呼喊，立刻拉着行李箱快步跑过去。小纯，白小纯笑着把手中鲜花递给你，小袁，欢迎回国。接过花的瞬间，你心里满是感动。说起来，高中时你俩接触不多，后来在国外偶然碰到，才慢慢联系上，成了朋友。但你觉得你们的感情还没到那种铁哥们的程度。白小纯突然开口：“小袁，我觉得咱俩已经是特别好的朋友了，你不这么认为吗？”你思索片刻，真诚说道：“是我狭隘了，能有你这么帅、这么仗义又贴心的好兄弟，我求之不得。”白小纯笑着搭上你的肩，带你往外走。他今天开车来的，我瞅了眼他的车，是帕拉梅拉最新款，车牌竟然是5个1。你知道白小纯家境不错，却没想到如此殷实。一路上你们聊个不停，半个多小时后到了吃饭的地方，门童看到车开过来，早就在那儿等着了。白小纯很自然地把钥匙扔给门童，还压低声音跟你解释，这车其实是我姐的，她今天出差不在，我偷偷开出来的。我开车技术一般，遇到堵车就慌。你听后真是哭笑不得，你早说我就不让你来了，下次咱们出门打车就行。白小纯摇摇头，下次让家里司机送我也成。进了包厢，白小纯接过菜单，点了几道特色菜，递给服务员后，他凑到你跟前，从兜里掏出手机，一脸神秘：“小袁，咱们拍个合照。”咔嚓一声，白小纯按下拍照键，接着发了条朋友圈：“朋友回国以后有人陪我吃喝玩乐了。”他发完朋友圈，随即就放下了手机，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条朋友圈会给正在南城出差的姐姐带来多大的心理波动。南城这边，白宁冰专程来参加经济论坛会议，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他点开一看，是弟弟发的朋友圈。本来他没打算细看，白小纯的朋友圈不是吃的就是吃的，没啥可关注的，但眼角余光扫到好像有个熟悉的身影，他手指一顿，点了进去。照片放大后，白宁冰眼神中满是震惊，死死盯着照片里的你。他闭眼又睁眼，然后关掉手机。接下来的会议，他几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会议一结束，他必须马上回京城去确认一件事。站在路边等车时，他又点开弟弟的朋友圈，保存了几张照片，发给张幼娇，并平静地吩咐把小纯 P 掉再发给我，一点都没有 P 掉亲弟的负罪感。白宁冰到京城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刚下飞机就拨通白小纯的电话。此时你和白小纯刚吃完饭，还没走出餐厅门口，白小纯的手机就响了。他掏出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嘴角一抽，抬头给你使了个眼色：“我姐。”你心领神会，往后退了几步，没去偷听电话内容。白小纯接起电话，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姐姐冷冷的声音：“在哪儿？”白小纯的求生欲瞬间爆棚：“姐，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呢，刚吃完，正准备回家。”白宁冰没耐心听他啰嗦，直接问：“你开我车了吗？有个罚单。”白小纯回想起来，去机场接我时，确实因为迟到超速了。姐，我错了，我马上就去处理。白小纯心里清楚，这次认错态度不好，以后别想再碰姐姐的车。白宁冰显然没把心思放在车上，随意回了句：“我到机场了，马上回家。”说完就挂了电话。白小纯看着挂断的电话，满脸无奈地转向你：“小袁，我得回家哄我姐了。”下午潇洒的计划泡汤了。瞧着他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你不禁笑了笑说：“没事，我也得先回叔叔家一趟。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分开后，你去营业厅办了张国内手机卡，把新号码发给了白小纯，还有朋友圈里联系较多的几个人。到叔叔家时，你刚下车，就见叔叔方文山、婶婶徐梦和堂姐沈月心迎了出来。“小袁，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徐梦一把拉住你的手，语气里满是心疼，你眼眶微微泛红。“叔叔婶婶，好久不见，让你们操心了。”堂姐沈月心接过你的行李箱，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回来就别走了，这儿永远是你的家。”你心里一暖，轻轻点头。叔叔方文山向来话少，这时也走上前，抬手拍拍我的肩：“好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徐梦赶忙摆摆手：“行了行了，快让小袁进去歇着，别在外面吹风了。”另一边，白小纯一到家就在门口来回踱步，磨蹭了好久，始终不敢进去。他一咬牙，横竖都要挨骂，早死早解脱。进了客厅，他小跑着到茶几旁，迅速倒了杯茶，满脸谄媚地端到白宁冰面前，声音娇软地讨好着。白宁冰觉得有点好笑，却没表露出来，淡定地接过茶抿了一口。白小纯见姐姐喝了茶，稍微松了口气，便坐到她身旁，主动给她捏肩：“姐，你开完会就赶回家，真是顾家的好女人。以后我姐夫肯定是世上最有福气的人。”白宁冰不想跟他计较，淡淡的说：“我会找你去处理。”白小纯立刻拍着胸脯保证：“那肯定，哪能让姐姐您亲自跑一趟？”见姐姐好像气消了，白小纯小心翼翼地问：“那没事的话，我上去休息了。”白宁冰瞥了他一眼，冷淡地说：“手机拿来。”白小纯一愣，不晓得姐姐要手机干啥，但还是乖乖把手机递过去。白宁冰接过手机，翻了几页通讯录，看到某个备注时，手顿了一下。对话框里最新一条消息是你发的一串手机号，他看了眼，把手机还给白小纯：“零花钱不够了吧？等会儿给你转点钱。你朋友刚回国，日常吃喝总得花点。”白小纯愣住了，满脸难以置信，姐姐不但没教训他，居然还要给他转钱，该不会是开会太累，脑子糊涂了？
了吧？白宁冰懒得管弟弟的诧异，拿起自己手机，把刚才那串手机号置顶。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犹豫了会儿，最终还是没点添加好友的按钮。白小纯等姐姐出门后，马上给你打了电话。小袁，晚上一起吃个饭呗？你看了下时间，才8点半，便爽快答应了。下楼时，你跟叔叔解释说，我和高中同学出去吃个饭，那你去吧，早点回来。你点点头，又跟婶婶徐梦打了招呼，然后出了门。这边小纯刚走出包厢来接你，他姐的电话又打来了。白小纯有点头疼，转身进洗手间接电话。姐，白宁冰拿着电话，眼睛却盯着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你在哪儿？我在西府，和朋友吃饭呢，就是今天回国的好兄弟。挂了电话，白小纯揉了揉脸，走出洗手间，刚好看到你，立刻笑着挥手。你看见他快步走过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白小纯摆摆手，没事没事，接着带你走进包厢。他已经提前点了些菜，你们一坐下，他就开始跟你聊最近的新鲜事儿。正聊得热火朝天时，包厢门口传来敲门声，白小纯随意喊了声请进，门开了，却不见上菜。你俩疑惑地转头看去，你一抬眼，瞬间愣住了，门口站着个女人，身姿高挑优雅，一声不吭，只是静静地看着你们。你下意识扯了扯白小纯的衣袖，白小纯回头一看，猛地站起来，脱口而出姐。白宁冰的目光落在他紧张慌张的神情上，语气平淡地说，慌什么？都说了在外面要稳重点。白小纯嘴角抽了抽，心虚地笑着问，姐你怎么在这儿？白宁冰慢悠悠地看了他一眼，又看向你，刚在楼上和朋友小聚了一会儿。白小纯点了点头，那姐没事的话你先回去吧，我还得和我朋友吃饭呢。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显然是想赶紧让他走。然而白宁冰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朋友不介绍一下？这一句让你始料未及，你一愣，上前一步伸出手，你好，我叫方圆。白宁冰的目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白皙纤长，他顿了顿，才伸手轻握了一下。白宁冰，你悄悄松了一口气，总觉得这人气场有些太强，压得人喘不过气。不是吧？他姐这么冷淡的性子，怎么今天竟然破天荒的主动打招呼了？你在心里暗自嘀咕。白小纯压根没察觉到你的异样，一门心思只想让姐姐赶紧离开。可白宁冰却不紧不慢的，眼神淡淡的在你身上扫了一圈，你微微低头，侧脸露了出来，他的目光又落到你的腰上，随后才默默收回视线。我在外面等你。他冷不丁丢下这句话，转身就出去了。白小纯愣住了，心里直犯嘀咕，这什么情况？他姐今天咋这么有空？你却留意到白宁冰临走前那若有若无的目光，心里莫名有些发慌，可又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多心了。白小纯拉着你在椅子上坐下，见你发呆，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小袁，我姐就这性子，又冷又不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咱接着吃。20多分钟后，白小纯也吃得差不多了，你俩起身准备离开，刚推开包厢门，旁边的白宁冰就站直了身子。白小纯被他这举动吓了一跳，姐，你该不会一直在这儿守着吧？白宁冰点了点头，把手机收起来，不紧不慢地说，送你回去。白小纯惊讶地看着他，心想，老天，我姐啥时候对我这么好了？你很自然地往后退了一步，这种姐弟间的事儿你还是不掺和为妙。那小纯，咱们改天再聚，天快黑了，我怕出来太久，叔叔婶婶会担心。白宁冰微微低下头，手指不自觉地捏了捏掌心，没说话。白小纯却抢先说道，小袁，坐我姐的车，一起送你回去呗。你连忙摆手，不用了，别麻烦，其实现在天还不算晚，我正好想逛逛，买点礼物给叔叔婶婶，这次回来太急，都没好好准备。那哪行？白小纯一脸愧疚地看着你，小袁，你刚回来，对这儿不熟，而且还是晚上。白宁冰淡淡地打断你们，既然方先生是陪小纯出来的，那小纯理应送你回去，一起走吧。他语气虽然平淡，可你却听出了一股不容拒绝的强硬。你皱了皱眉，没吭声。白小纯显然没多想，走上前，不满地扯了扯白宁冰的胳膊，姐，你先送小袁再送我，我和小袁还能在车上聊聊天。白宁冰低头看了看他抓着自己衣袖的手，一脸嫌弃地说，有话好好说，先松开。他那有点轻微洁癖的样子，让白小纯立刻反应过来。白小纯赶紧把手缩回去，还小声嘟囔一句，事儿真多。白宁冰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走吧。说完便率先往外走去。你低着头，有些走神。白小纯倒是很自然地搂住你的肩膀，拉着你跟了上去。到了停车场，你才发现白宁冰开的正是早上白小纯用来接我的那辆车。白小纯拉开后座车门，拉着你一起坐进去，聊了几句后，你就默默地看向窗外。白宁冰打开驾驶座的门，启动车子，通过后视镜看了你一眼，声音低沉地问，方先生，地址？你简单报了个地点，就没再说话。一路上，白宁冰握着方向盘，目光时不时扫向后视镜，看起来有些走神，手还不时地握紧几分。心心念念8年的人，此刻就在身后，还和他弟弟聊得热乎，他只能努力保持镇定。半个小时后，车子缓缓停在方家别墅门口。白宁冰看了眼这栋他并不陌生的房子，方文山他认识，是个老实本分、口碑不错的中年企业家，还找他拉过投资。车门打开，你站在车旁，看到叔叔家的灯亮着，犹豫了一下，你先向白小纯挥手道别，又转头看向坐在前座的白宁冰，今天谢谢白总了。白宁冰微微挑眉，似乎有些意外。你认识我？你没多解释，他也没追问，只是平淡的回应，方先生客气了，你是小纯的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你没接他的话，又道了声谢，就低头下车，走进家门。不知为何，他的目光让我浑身不自在。身后，白宁冰一直看着你走进别墅，直到门关上，才发动车子离开。半小时后，车子驶进白家，白宁冰停好车，神色平静地对白小纯说，以后这辆车归你开了。白小纯眼睛瞪得老大，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姐。
这可是你视作宝贝的车啊，以前谁碰一下都得被你骂。白宁冰挑了挑眉，这么看你不喜欢，那我收回了。说着就伸手到他面前，像是要拿回钥匙。白小纯见状，立马反应过来，往后退一步捂住钥匙。喜欢喜欢，我亲姐哎，您可是白氏集团的当家，金口玉言，谢谢姐姐。说完便一溜烟跑回宅子。此时你已回到家，发现叔叔和婶婶还没睡，正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叔叔婶婶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你有些愧疚地看着他们。听到声音，叔叔方文山从沙发上站起来，关切地说：“你没回来，我和你婶婶哪能睡得着？”婶婶徐梦走过来，拉着你在沙发上坐下。小袁，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我记得你大学学的是设计，要不就来叔叔公司上班。当然了，要是不想上班也没关系，我们养得起你。听着这些话，你的鼻子一酸，没想到叔叔婶婶竟如此贴心地为你考虑未来。以前你总觉得和家里企业没什么关联，怕被人误解有别的想法，所以从未提及。如今听着他们毫不犹豫的话语，你才明白他们是真把你当成家里的一员。叔叔，我本来打算回来开个服装设计室，不过可能一时半会儿弄不起来。你小声说道，生怕让他们失望。叔叔和婶婶对视一眼，然后笑了笑。要是资金方面有困难，别担心，你爸妈给你留了一笔钱。另外，叔叔一直把白氏企业的分红存着给你，这2笔钱加起来应该够了。婶婶徐梦也拍拍我的手，轻声说：“婶婶零花钱也不少，小袁你要用尽管说。”听着这些，你的眼眶泛红，低下头缓了缓情绪，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曾经一个人吃饭、生活、生病也只能独自去医院，所有事都靠自己。这一刻你才发觉，原来有选择时，你也想做个什么都不用操心、被人宠爱的孩子。谢谢叔叔婶婶，如果有需要，我一定会跟你们开口的。你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可语气里的认真却藏不住。就在这一瞬间，你原本摇摆不定的心终于坚定了。你不想再回国外，你渴望亲情，渴望陪伴，你要留下来。决定开服装设计室后，你马不停蹄地忙了3天，终于选定一个地方，签完合同后，心里既多了些期待，又多了些紧张。晚上，好兄弟白小纯给你发了好多消息，你一一回复后，提到最近忙着筹备工作室，可能这段时间没办法陪他逛街了。没想到刚说完，他就打了个视频电话过来，一接通，他就满脸兴奋地问：“小袁，你真要开服装设计室？刚看好场地，签了1年合同，画稿也都准备好了，这2天打算去看看服装材料市场，预计3个月后正式开业。”白小纯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兴奋不已：“嘿嘿，小袁，你这缺不缺合伙人或者投资伙伴呀？”你愣了一下，如实说道：“签完房租合同后，手头确实有点紧，不过我姐之前给了我一笔钱，还能应付一阵。”白小纯听完更兴奋了：“那我也来给你投一笔怎么样？”你不禁皱了皱眉：“小纯，我这工作室才刚开始筹备，你愿意信任我给我投资，我很感激，可我怕到时候让你亏本。”白小纯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小袁，我不怕你亏本，就怕你有事不找我。”你静静地看着他，思索片刻后缓缓说道：“这样吧，如果盈利了，就算你投资；要是亏了，就当我借你的。要是你不同意，那我就不能要你的钱。”白小纯微微一愣，随即皱了皱眉：“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小纯答应得很干脆，但你心里清楚，就算最后亏本，让他把钱拿回去，他肯定也不会收。你俩很快就谈妥了，还约好第2天一道去服装材料市场。你挂断电话后，白小纯那边哼着小曲，兴高采烈地上楼去了。他压根没察觉到大门口有个身影正静静地注视着他。白宁冰今晚回家是临时决定的。走到门口时，听到白小纯正在打电话，本想直接进去，可听到电话里提到小袁这个名字，他的脚步就停住了。他侧身靠在门边，听着白小纯一口一个小袁，还提到投资的事儿，嘴角渐渐浮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弟弟说不定会成为他追求某人道路上最得力的帮手，或许以后可以再多给他些零花钱。第2天清晨，我坐在咖啡馆里等白小纯，心里琢磨着一会儿该怎么和他分工负责材料供应的事情。没过多久，他就到了。坐下后，他随手把包往旁边一放，眼中满是按捺不住的兴奋：“小袁，我昨天查了京城几家面料供应商的资料，价格都不低，咱们要不要去实地考察一番？”我愣住了，原本以为他只是打算投点钱，没想到他还做了这么多准备，这么短的时间就整理好了资料。我的鼻子一酸，语气也柔和了几分：“小纯，为了查这些资料，你昨晚没睡几个小时吧？”他听后笑了笑，紧接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小袁，我一直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平时也是个挺懒散的人，家里的大小事务由我爸和我姐操心，他们根本不让我掺和那些繁琐的企业管理。所以当你说要开工作室时，我是真的特别高兴。这不仅因为是你的事，我肯定得支持，还因为我也想看看，就凭咱俩不借助家里的资源，能不能实实在在的做成一件事。”他并非那种养尊处优、不谙世事的豪门阔少，该懂的人情世故他都门儿清。家里有个出类拔萃的姐姐，这让他得以安心追寻自己的喜好。而你，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是少有的干净纯粹之人。高2那年，你家突遭变故，白小纯知道后，直接给你递了张黑卡：“小袁，这里面是我半年的零花钱。”可你果断拒绝了，随后便出了国。小纯为此深感遗憾，没能在你离开前要到你的联系方式。那时在学校，你俩交集不算多，你的成绩始终在年级名列前茅，才艺方面也毫不逊色。学校的晚会常常由你主持，你和班上的男生女生关系都十分融洽。说来也怪，当年除了他们班的女生，其他班不少女生都给你写过情书，可你一个都没接受，每一封信都原封不动地
退了回去。所以得知你出国后，他们班的同学都觉得很可惜。时光流转，多年后你再度归来，第一个联系上你的便是白小纯。你抬头望着咖啡馆的天花板，努力抑制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心里纳闷怎么一回到这里，情绪就如此容易失控。小纯见你这般模样，顿时慌了神。小袁，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可别哭呀。你抬手抹了抹眼角，轻声说道：小纯，这么多年来，你是第4个对我这么好的人，真的特别感谢你。小纯听完，眉头一皱，佯装生气道：小袁，你这模样可一点都不帅，要是你想一直留住我这个好朋友，那就得多笑笑，你知道吗？心情好，多笑笑才能一直保持帅气。听他一本正经的瞎扯，你忍不住笑了。好，看到你脸上露出笑容，小纯终于松了口气。那小袁，你觉得咱们要不要去杭城一趟？你稍作思索，点头回应。前期准备工作很关键，目前你还没开始招人，很多事都得亲力亲为。两人都是雷厉风行的性子，商量片刻便把行程安排妥当。走出咖啡馆，旁边就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小纯一转头就径直朝商场走去。每年给我姐准备礼物，她就喜欢手表、包包之类的，她生日我就买这些搭配着送你。说着，她兴高采烈地走进了一家奢侈品牌店。没过多久，你的目光被一条白色裙子吸引住了。那裙子的设计简约又不失高雅，让你眼前一亮。你走上前去，伸手刚要拿起裙子瞧瞧，就被一只手按住了。方圆，一个声音传来。你愣了一下，对面的人满脸难以置信。我是4班的王腾，高中时咱们可是校友啊。你这才反应过来，你在实验中学只读了高2就转学了，而且男生的话，你也就只记得自己班的。正说着话，小纯已经为他姐姐订好了一对袖口，转身却没看到你，便开始四处寻找。这家店面积不小，他找了2分钟才发现你。怎么了，小袁？他边走近边问你。听到他的声音，你转身笑道：没事儿，就是看中了一条裙子，有人想跟我抢，还说认识我，就随便聊了几句。小纯顺着你的话看向王腾，凑近你小声说：这个王腾和咱们当年一个年级，以前学校活动都是你主持，你走了之后，他才有机会接手。说实话，他主持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你点点头，如实说道：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小纯顿时笑出了声。对面的王腾脸色有些难看，显然听到了你们的小声交谈，眼神里透露出一丝不服气。但他很清楚小纯的家世背景，自然不敢公然得罪。他转头看向你，目光落在我简约的穿着上，似乎在暗自揣测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微微挺直脊背，指着你刚才碰过的那条裙子，对店员说：这条裙子我要了，给我包起来。你皱了皱眉，林先生，这条裙子我先看中的。王腾冷笑一声：你先看中的又怎样？你买得起吗？这条裙子可要60万。此时店里人来人往，听到王腾这话，不少客人都停下脚步，小声议论起来。店员见状有些尴尬，按常理先到先得没错，可你之前没明确表示要购买，他也只能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你神色平静的微微一笑，语气淡然的对店员说：我看得见吊牌上的价格，就这套，麻烦帮我包起来。刷卡。店员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手脚麻利的取下衣服准备打包。一旁的小纯原本想开口帮你买单，可看到你此刻十足的霸气气场，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走上前拽住你的袖子，小声嘟囔道：小袁，原来你还是个隐形富豪啊。你笑着伸手捏了捏小纯的脸，最低奖金都有5万美元呢。小纯听得瞠目结舌，紧接着竖起大拇指：小袁，我哥们简直帅爆了。站在一旁的店员朝你们望过来，走上前接过你的卡。王腾气的脸都快变形了，看到你从容掏出卡，他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也不再掩饰，满脸露出尖酸又不屑的神情。方圆，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60万，你得工作多少年才能挣够这笔钱？你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并未吭声。就在王腾还想继续发难时，门口走进一个熟悉的身影。白小纯转头朝门口挥了挥，姐。白宁冰朝着你们这边走来，目光却落在你手中的卡上，他盯着看了几秒，眼睛微微眯起，似乎觉得这卡有些眼熟。接着他看向小纯，怎么了？想买的东西超你零花钱了？没有。小纯赶忙摆手，小袁看中一套裙子，有人跟他抢。白宁冰将目光转到王腾那边，全程没多说话。你神色平静，看起来不像是需要帮忙的样子，于是他便默默站在一旁。从白宁冰进门那一刻，王腾的目光就没从他身上移开过。他和小纯是校友，在一些活动中见过白宁冰几次，毕竟白宁冰长得太过出众，当时学校里的男生都对他追捧不已。王腾眼睛一亮，脚步迟疑地朝我们靠近了一步。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再有动作，这家店的店长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店长径直走向你，满脸歉意：方先生，实在抱歉，店里工作人员没认出您，您想要哪套衣服，我直接给您送过去。店长额头上还挂着汗珠，原本他正享受着难得的周末，陪着老婆逛商场，突然接到公司老总的电话，就急忙赶了过来。听说方少爷突然到店，看中一套衣服，店员处理过程出了点小岔子，他心里清楚，只要方先生点个头，这店里所有衣服都能被他拿走，怎么会存在抢不到的情况呢？店长的出现让现场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包括王腾都愣住了。小纯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眼前的你是个陌生人。王腾呆立在原地，脸上写满了震惊。你和这家店究竟什么关系？你没打算过多解释，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而看向店长：刷卡吧，这衣服我是送人用的，有什么问题我会去说明。辛苦您大周末跑一趟。店长恭敬地笑了笑，又简单聊了几句，便吩咐店员把你要的那套衣服包装好，安排妥当后，他转身准备离开，一转头却对上白宁冰的目光。店长心里明白，这个商场是白宁冰的产业，自己刚刚可是出了大丑，赶忙走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白总，刚刚没注意到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白宁冰神色淡淡
地看了店长一眼，又把目光投向你和弟弟。路过，瞧见家里弟弟在这儿，就过来看看。你适时说道，没别的事，您先回去吧，麻烦您特意跑这一趟。你担心他再待下去，被白宁冰这个精明的人套出话来。店长松了口气，又和大家打了招呼后才离开。小纯，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逛逛？你的话把小纯从思绪中拉了回来，他心里正纳闷这家店和好兄弟到底有什么关系。刚刚那店长分明想直接把衣服送给好兄弟。小袁你……小纯张了张嘴，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在这时，一直没吭声的白宁冰突然说道，再过会儿就该吃饭了，一起去吃个饭吧。小纯反应迅速，立马接话，我想吃火锅，姐你请客不？白宁冰没有直接回应，目光先扫过你低着的脑袋，而后看向小纯，你怎么不先问问方先生的想法？他可是你的好兄弟。你抬起头，略微停顿了一下，既然今天白总在，那我就不掺和你们姐弟吃饭了，我先回去了。小纯听后不高兴地皱起眉头，小袁你可是我好兄弟，我姐就跟你姐一样，别这么见外，她有的是钱，一顿饭可吃不穷她。你抿了抿嘴唇，脑子飞速运转，想着合适的借口，你确实不想和白宁冰一起吃饭，可面对小纯的坚持，拒绝起来还真有些困难。小纯说的没错，白宁冰突然插了一句，你是他的好兄弟，在我这自然也像弟弟一样，姐姐请弟弟吃饭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的声音听着平淡自然，可微微上扬的眉毛还有嘴角难掩的笑意都透露出他此刻心情不错。你自然察觉到了，心里忍不住暗自吐槽，从回国第一次见到白宁冰，你就感觉他看你的眼神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侵略感。关于白宁冰的传闻你早有耳闻，从一开始你就有意避开这种气场凌厉的女人，可无奈小纯是你的好兄弟，你不能不顾及他的感受，于是你说道，那就麻烦白总了。说完你心里琢磨着，反正你们碰面的机会不多，白宁冰那么忙，想必也没多少时间和你打交道。白宁冰眉梢微微一挑，目光落在你手中提着的袋子上，心中隐隐有了猜测，难道这是给女朋友或者喜欢的人买的？他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终究没再多问，只是默默走到前面给我们带路。跟在后面的小纯倒是很机灵，一下子就问出了白宁冰想问的问题，小袁你这衣服是给女朋友买的吗？走在前面的白宁冰脚步微微一顿，不自觉放慢了步伐。你摇了摇头解释道，是给家里姐姐买的，我现在住在叔叔家，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小纯点了点头，白宁冰明显也松了一口气。没过多久，你们三人来到一家火锅店，小纯先开口问你，小袁你能吃辣锅吗？你选了个正对着门口的位置坐下，白宁冰则选择了正对着你的位置。你心里确实有些不自在，但还是如实回答，我都好，在外面经常吃中餐，能吃辣。白宁冰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着，看似不经意地扫了一眼你的嘴角，接着缓缓说道，小纯点个鸳鸯锅吧，我最近不太能吃辣。小纯愣了一下，随后乖乖应道，好嘞姐，那点菜我和小袁来就行。你垂下眼眸，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往小纯那边靠了靠，两人低头一起研究菜单。小纯显得格外积极，嘴里不停地说着各种菜品。没一会儿，你们就把菜点好了。可能是因为白宁冰坐在对面，你说话的兴致不高，显得比较安静。不过你发现手边的茶味道不错，便端起茶杯，小口小口地喝着。又喝了几口茶后，小纯突然凑近你，小袁，我去趟洗手间，你等我会儿啊。你点点头，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出位置。片刻后，小纯转身走出了包厢。他一走，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安静压抑。你和白宁冰本来就没什么往来，你又不擅长主动找话题聊天，就以为他也没什么话要说。于是你拿起桌上的手机，翻看内容来打发时间。就在这时，白宁冰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随后起身又把你的杯子添满。你一愣，抬起头惊讶地看向他，他与你对视，看到你毫无防备的模样，觉得你意外的可爱。他轻轻放下茶壶，语气平淡地说，加个联系方式。这句话让你呆了一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白宁冰看着你，表情竟然颇为震惊。不是说好兄弟的姐姐就是你的姐姐，那姐姐和弟弟加个联系方式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抿了抿唇，心里有些无奈。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好像你们两人关系真的很熟似的。白宁冰却不给你任何推辞的机会，他拿出手机等待着。你低头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动作，最终默默打开了微信页面。没办法，他已经拿出了手机，你若不加，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别扭了。他嘴角微微扬起，扫了一下你的二维码，随即发出了验证请求。你收到通知后点了通过。通过验证后，气氛又恢复了片刻的安静，而他却拿起手机，点开了你的朋友圈，翻看了一番。你并没有设置3天可见，但朋友圈内容很少，基本只有寥寥几张照片。他慢条斯理地将那些照片保存了下来，随后目光移到你的头像上，嘴角扯出一丝笑意。头像是一只猫，昵称则是一颗白菜，看起来确实颇有趣味。你完成了确认好友请求后，迅速放下了手机，在心里默默祈祷小纯能快点回来。2分半过后，白小纯推门而入，我暗暗松了口气。只见白小纯走进来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丝毫没察觉到他姐姐和我之间那样的气氛。小袁，等吃完饭，咱去步行街逛逛，那儿好玩的可多了。我端起面前的水杯，轻抿一口水，点头应道，行啊。两人又低声交谈了几句，有白小纯在这儿活跃气氛，我不像刚才那般紧张了。白宁冰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也不吭声打扰，只是端起茶杯，优雅地喝了一口。没过几分钟，服务员端着火锅和食材走进包厢。这时，白宁冰拿起公筷，开始给我们2个男生烫肉。这举动不仅让我有点意外，就连白小纯都面露惊讶之色，毕竟他姐姐可从没这么照顾过他。白宁冰似乎察觉到白小纯的目光，抬起头，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不
不吃吗？声音平淡如水，可白小纯听着却莫名有些心慌，连忙摇头说有点烫，我晾一会儿再吃。我默不作声，慢悠悠地吃着碗里的肉。白宁冰又给我烫了一小碗肉后，放下了筷子。他本想借这个由头接近我，可我好像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吃着他家的菜毫无反应。这是不是适得其反了？我没像他想那么多，放下筷子，拿起纸巾擦了擦嘴。宁冰姐，小纯，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既然白宁冰乐意当我姐姐，我求之不得啊！有她这个姐姐罩着，在京城我还不得自在点。白宁冰微微皱眉，轻轻嗯了一声，倒是白小纯若有所思地看看姐姐，又瞧瞧我，然后凑近我低声问：你和我姐什么时候这么熟络了？我抬了抬眼皮，看她一眼，说：刚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姐找我要了微信，还说是你说的，她是你姐姐，也就是我姐姐。白小纯嘴角抽了抽，不太相信姐姐会做这种事。我拿起手机，把通过好友的记录给她看了看。白小纯轻咳一声，端起茶杯喝了口水，一抬头发现白宁冰正目光不善地盯着她。姐，我也吃好了，你慢慢吃。白宁冰看了看我们俩，他本来就不太饿，纯粹是过来瞧瞧情况的。他起身拿起外套搭在手臂上，走吧，送你们去步行街，这地方离步行街还有段距离呢。我一听，伸手拉了拉白小纯的衣袖，又转头看向白宁冰说：不用了，宁冰姐，我和小纯后天要出差，今晚得早点回去收拾行李，再跟白宁冰待在一块，我感觉自己都要受不了了。他气场太冷又太强。白宁冰看了我一眼，也没再强求。那行，送你回去。说完便转身走出包厢，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我无奈败下阵来，转头对白小纯说：对不起啊，小纯，你姐在这儿，我确实有点。白小纯摆摆手，别说你，我都有点怕我姐。没事儿，我让我姐先送你回去，我还有点事。我一听如遭雷击，看着他问：你不一起？白小纯见我这样，笑着打趣：我姐没那么可怕，就是看着高冷，而且她都说把你当弟弟了，谁让你是她弟弟的好友呢？我心里暗自嘀咕，心说你姐那模样可不像是把我当弟弟啊。我也没再多说，只好认命的走出去。到了门口，白小纯看到姐姐白宁冰，赶忙说：姐姐，我还有事，你先帮我把小袁送回去呗，地址你知道的。白宁冰挑了挑眉，看我一眼，微微一笑：你早点回家，别超过11点。白小纯点点头，又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跑了。我站在原地没说话也没动。白宁冰毫不避讳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走吧，送你回去。我点点头，慢吞吞地跟在白宁冰身后往外走。两人来到停车场，白宁冰给我打开副驾驶车门，我目光扫了眼后座，但没敢吱声，让白宁冰给我当司机，我可没那个胆子。我坐上副驾，正要转头系安全带，白宁冰突然俯下身靠近我，手伸到安全带旁边。我下意识转头，巧的是白宁冰也刚好低下头，我这一转头，嘴角就碰到了他的嘴唇，我吓了一跳，赶紧往后退。白宁冰反应极快，伸手摸了摸嘴唇，又低头看着快缩进座椅的我，声音带着笑意说：原来小袁不想当我弟弟啊。我脑子瞬间一片混乱，他这话什么意思？他喊我什么？我的脸瞬间红得像要滴血。宁冰姐，我刚是不小心的，你突然靠过来，我来不及躲开。瞧着我一副快要哭出来的可怜模样，白宁冰思索片刻，难得大发善心，暂时放过了我。他没有急着发动车子，而是偏过头，目光灼灼地看向我。要是我说我不想只当你姐姐呢？我顿时一愣，下意识转头看向他。白宁冰往我这边凑近了些，轻声笑了起来。高一的时候，你们班有次学校活动，是我代替白小纯去参加的，当时正好是你在主持。说着，白宁冰陷入回忆。那次实验学校的高一新生欢迎会上，他替白小纯出席，我穿着一身飘逸的汉服出现在台上。原本白宁冰对此毫无兴趣，可白小纯一直念叨台上的人是他偶像，他随意扫了一眼，目光便再也无法移开。白宁冰的手不自觉握紧，那一刻，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心跳陡然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这种异样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表演结束都未消散。就在那天，他深信世上真有一见钟情这种感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早就认识我。嘴巴张了张，却半晌说不出话。白宁冰也没再接着往下说，只是平静地开口：先送你回去吧，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用着急，等想好了给我回复就行。我愣愣地点点头，浑然没意识到自己已被白宁冰牵着走。回到家后，我和叔叔婶婶聊了起来。叔叔，过2天我要去趟杭城，和高中同学一起去考察服装面料。叔叔知道我开了一家服装设计工作室。闻言点点头，那小袁出门注意安全，有什么事跟叔叔或者婶婶说，要是资金方面有困难尽管开口。我点头回应，我姐和朋友都投了一笔钱，就是白小纯，你们应该认识，这次我和他一起去。叔叔的身子猛地僵住，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说的该不会是白氏集团的白小纯，白宁冰的弟弟？我肯定的颔首。等我说完，客厅里瞬间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过了好一会儿，叔叔才回过神来，小袁，你和白宁冰没什么往来吧？叔叔不是想干涉你的生活，只是白宁冰这个人心机深沉，手段狠辣，怎么会和他有牵扯？我抿了抿嘴唇，语气平淡地说，没有，我和他之前没什么交集，也是刚刚才知道小纯是他弟弟。我可不敢说白宁冰向我表白了，毕竟我本来就没打算答应。从白宁冰车上下来后，我就直接把他微信删了。叔叔仔细观察我的表情，见我确实不像和白宁冰有什么交情，这才放下心来。思索片刻，叔叔又开口问道，小袁，你现在有没有交女朋友？我老老实实摇头。叔叔松了口气，那你现在有这方面的想法吗？要是遇到合适的，不妨试着相处看看。他说得很委婉，生怕我会误会。我依旧摇头，最近心思都放在服装工作室上，暂时没考虑这些。叔叔点点头，一旁的婶婶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身来嗔怪道，你一个大男人，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小袁还年轻，刚回来不久，我还想把他多留在家里2年呢。你倒好，
劲往外推，叔叔被老婆一顿数落，不敢吭声，乖乖被婶婶赶去洗澡。婶婶又坐到我身旁，小袁别听你叔叔的，咱们不着急，一定要遇到真正喜欢的人再考虑。我应了一声，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婶婶，我先上楼了。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习惯性的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发现有一条未读短信，发件人没有署名，是个陌生号码，我不禁皱起眉头。刚回国没多长时间，知道我手机号的人并不多。点开短信一看，只有简短的几个字：你考虑的结果就是删我微信吗？我顿时愣住，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对方此刻肯定满心不悦。像白宁冰这样条件出众的人，主动追求她的人不在少数，估计她还是头一次被男人拒绝吧。我没再多想，把手机放回床头柜，闭上眼睛睡了过去。白宁冰是晚上回到家后才发现我把她删了的。吃饭的时候她还能看到我的朋友圈，可送我回家后再点开我的朋友圈，只剩下一条横线。她上网查了查，有人说可能是被删除了，也可能是被拉黑了，建议在对话框给对方转个账，看提示就能知道。她点开对话框的转账页面，瞬间对话框弹出提示，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您还不是他的好友。白宁冰气得笑了出来，他点开通讯录里的置顶联系人，本想打电话过去，可不知想到什么，终究还是发了一条短信。然而等了快半小时都没收到回复，这条短信如同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白宁冰不屑地嗤笑一声，嘴里无声念着我的名字方圆。他站在卧室窗帘后，要是我干脆果断地拒绝，他也不至于如此郁闷。被拒了再追便是，可我居然把今天刚加上的微信直接删掉，短信也不回，这可把白宁冰气得手上青筋直冒。就算在谈判桌上和人签上一合同，他都没这么心烦意乱过。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掏出手机打给张幼娇，帮我查个人的行程。白宁冰没忘记我提过2天后要出差，又想到自家弟弟要和我一同前往，他只犹豫了1秒，对着电话那头果断吩咐：想办法明天让方文山夫妇和方月回不了家，动作要快，别夜长梦多。张幼娇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老板这是要做什么，难道是看方氏药业不顺眼，想对付他们？可白氏去年才给方氏药业投过资啊，老板的心思实在难以捉摸。白宁冰吩咐完，又给张幼娇发了条消息：明天我有事去不了公司，你负责接待好方月一家人，尽量多拖延些时间。安排妥当后，白宁冰走到床边，本想洗个澡，可心里那股闷气怎么也消不下去。第2天一早，叔叔接到张幼娇的电话，邀请他们一家人去白氏。叔叔又给方月打了电话，姐姐方月一大早就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开始分析白氏这次不知是鸿门宴还是有好事好。我刚走下楼就听到这话，握着楼梯扶手的手不自觉收紧。昨天我才删了白宁冰微信，今天姐姐就说白氏找他们，难道是白宁冰觉得自尊心受挫了？我慢悠悠地走下楼，姐，怎么回事？叔叔抢先说道，我和你婶婶还有你姐去一趟就回来，你明天要出差，在家好好休息。等叔叔3人出门后，我回到卧室，没过多久门铃就响了，我话还没来得及说，就看到白宁冰满脸不悦地站在门口盯着我。我原本以为是叔叔落下东西，可看到白宁冰站在面前，想都没想，转身就要关门。白宁冰早到了一会儿，一直在旁边小路等着，亲眼确认叔叔几人离开后才现身。结果我不仅没因删微信而愧疚，还想关门把他拒之门外，这让他十分恼火。白宁冰眉头紧锁，轻易地挤了进来，还顺手反锁了门。我见他进来，往后退了几步，不自在地开口：宁冰姐。白宁冰冷笑一声，几步就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为什么删我微信，短信也不回？我心里有点发虚，硬着头皮说：我觉得宁冰姐你应该清楚我的意思。白宁冰眼眸一沉，抓着我手腕的手又紧了几分，我吃痛，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白宁冰松开我的手腕，我刚松了口气，下一秒他却拉住我的手往怀里拽，另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俯身就吻了上来。我整个人如遭电击，瞬间僵在原地。白宁冰捏着我的下巴，我下意识张开嘴，紧接着便迎来他更炽热的吻。等反应过来，我开始拼命挣扎，可我越挣扎，他吻得越激烈，直到我快呼吸不过来，快要瘫倒时，白宁冰才松开我。我猛地推开他，白宁冰，我看在小纯的份上，尊称您一声白姐姐，您怎能这样对我？我抬手用力擦了擦嘴唇，眼眶气得通红，却强忍着没掉一滴泪，一心想把他留在我唇上的气息抹去。白宁冰本稍有缓和的神情，见我这动作，脸色又阴沉下来。你再擦一下试试，信不信我再亲你一次？我抬头看去，见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便硬着头皮说：以后我会尽量躲着你，也希望白总您宽宏大量，别再纠缠。实在不行，我只能和小纯断了联系，这算是在逼他让步。白宁冰向前迈了一步，轻声笑了笑，话里却带着威胁：你难道不担心你叔叔的公司会陷入麻烦吗？我转过头，语气镇定的回应：白总在业内口碑向来不错，总不会因为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就毁了自己的名声吧？白宁冰看着我一脸倔强，不禁微微皱眉：为什么要删我微信？你当时答应会认真考虑，这就是你考虑的结果。说着，他伸出手轻轻盖住我的眼睛，我伸手用力拽了拽他的手，却怎么也拉不动，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挣扎。我的态度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白宁冰冷笑一声，微微俯下身朝我凑近了些。你答应好好考虑，结果一转眼就删了我微信，短信也不回，我找上门来，你还想把我拒之门外？我是真心喜欢你，可你这么对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丝毫没有被他的话打动。白大姐，你是我朋友的姐姐，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我承认删你联系方式是我做的不妥，我就是想逃避。我现在不想谈恋爱，一门心思只想把我的服装工作室经营好，但你刚才对我做的那些，又该怎么解释？白宁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反应过来我的意思，竟说道：不想谈恋爱？行啊，那我们直接结婚，随时都能去领证。他像是故意忽略了我拒绝他的那些话。我抿了抿唇，
吸了一口气，白大姐，你到底想怎么样？白宁冰看着我勉强的样子，最终还是做了妥协。你不想谈恋爱可以，但追你是我的自由，你阻碍不了。把微信加回来，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像今天这样。我没说话，我怕一答应了，后面更会牵扯不清。小袁，这是我的底线，你应该多少听过我的手段。如果我非要现在就把你绑在我身边，你也没办法抵抗。可我想的不只是1天2天，是要一直和你在一起。听到这话，我身体绷得很直。论心计，论手段，我都不是白宁冰的对手。可我不想把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3个月，这3个月我不会不回你信息，不会玩失踪。如果过了3个月我还是不喜欢你，你不能再打扰我的生活，更不能以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最终我提出了条件，白宁冰松了口气，他点头答应，然后拿出手机，又重新发了微信验证。先把微信加回来。我乖乖同意，又抬头补充了一句，还有，不能像今天这样亲我。白宁冰皱了皱眉，那你要喜欢我了，我也不能亲吗？我说的是在我没喜欢上你之前，你不能对我有亲密行为。他笑了笑，那我挺亏，要是你喜欢上我了，可你不承认怎么办？我认真思索了会儿才开口，不会，如果我对你有感情了，我会告诉你。白宁冰挑了挑眉，行，小袁可要说话算数。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想说话不算话。我暗自叹了口气，低垂着眼，那现在可以先松开我了吗？由于2人离得太近，我被白宁冰困在怀里很久了，他的手还在我腰上。白宁冰低头看着我，沉默了一会才松开手，又往后退了一点。他倒是不介意慢慢来，只要我不逃避的话。所以你今天故意找人支开我叔叔他们的？白宁冰嗯了一声，在外面找不到你，只能到家里来堵人。闻言我瞪了他一眼，这人还挺理直气壮。那你在这里，我叔叔他们呢？白宁冰往门边靠了靠，单手插兜。本来打算，如果你不好好和我谈，我就让张幼娇威逼利诱，逼你叔叔直接让你娶我。他声音带笑，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认真的。不过现在小袁肯好好和我说，那今天自然是给方氏药业增加投资了。你不用这样。我思索了下，继续开口，不用因为我的原因做什么。我相信我叔叔和姐姐的实力，他们能把方氏药业发展得很好。白宁冰听着有点不舒服，喜欢的人在他面前夸别的人，堂姐也不行。他带着刺说道，那可不行，得讨好未来姐姐，让她能多帮我美言几句。我顿时笑出声，白大姐，我叔叔对你印象不太好，所以你想走他这条捷径，行不通的。白宁冰看着我的脸，眉头紧锁，对我意见这么深，我以前得罪过他？我一下收了笑意，摸了摸鼻子，有点心虚。我这算不算把叔叔给卖了？只好补救的说道，也不是，主要我叔叔说你太高高在上了。白宁冰这才笑了笑，那怎么我不高高在上了，你也不愿看看呢？我张了张嘴，好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他勾了勾嘴角，伸手想摸摸我的头，不知想到了什么又收回了手。不逗你了，记得说好的，我联系你的时候别让我找不到人行不行？就算是普通朋友也可以见面吃饭吧。我怔怔的点了点头，眼神有点呆。那我先走了。你叔叔他们这会儿大概还在白市。白宁冰看了眼时间，反正人不会跑，他也不能完全撇下工作。好，那白大姐你路上注意安全。我冲他点了点头，看着他转身又折返回来，然后掏出手机给我转了笔资金。我下意识解了锁，看着屏幕，支支吾吾张口说了声你，就没再说下去。好端端的给我转账干嘛？还刚好赚了个5200000，您冒不冒昧？我不对，是暧不暧昧？白宁冰收回手机，神清气爽的开口，既然是朋友，又是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的关系，那你开工作室，我给你发个红包怎么了？他很爽快的打断我的话，谁发个红包是直接转账7位数？做慈善吗？这太多了。我抿了抿唇，也没好意思说这转账金额不太合适。白宁冰笑了笑，那怎么办？我微信里余额刚好这么多。他就是故意的，要时刻提醒我别忘记2人是要有进展的关系。如果你不收，我就直接从我私人账户给你叔叔公司转个13145200，再备注是给小袁你的工作室投资，烦请方总代为转交。白宁冰见我要点退回按钮，有点强势的补充了一句，他是说给我时间和空间，但骨子里的强势还在，拒绝肢体接触，拒绝告白都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他可以慢慢来。我伸出去的手顿了顿，抬起眸子看他，他这会儿也正好看着我，2人视线交汇，我不自觉的偏了偏头。行，不过和我姐给我的一样，我赚钱了就给你分红，要是亏了就慢慢还你。白宁冰听到这话又下意识拧眉，想开口我却抢先了一步，白大姐，我堂姐我也这么说的，小纯给我的资金我也是这么对待，我们一视同仁。他最终拗不过我，点头答应，我这才心安理得的收了转账。白宁冰瞥了瞥我的对话框，愣了下，他看到我给他备注的是姐姐2号，他气笑了，指了指我的手机，你这备注。我收回手机，瞥了他一眼，没回应他的话题，反而问道，你看我手机干嘛？白宁冰没说话，眼睛死死盯着我，我被看得受不了，这才开口，是你说你是我姐，那我家里有了一个姐姐，你不是姐姐2号是什么？行，我等着你主动改备注的那天。白宁冰没再和你纠结这个，我先走了，记住遇到事情可以找我，当然没事也可以找我。白宁冰在走之前终于算是摸到了我的头，还伸手揉了揉，我哦了一声，把他送了出去，才又回到沙发坐下，这回拿着手机，有点恍惚。白宁冰走了，就我一个人呆坐着，突然有一刻觉得嘴唇好像有点麻，犹豫着伸手碰了下嘴唇，又连忙缩回了手。我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又看了看刚加上的微信，不明白本来打算彻底避开的人，怎么又回到了视线中？难不成我真的为色所迷，被白宁冰的美色迷到了？我愣了好半天，都没理出一个思路。这边白宁冰走出方家别墅后，便立马
前往白氏集团。此时叔叔一家3口还在等着白宁斌的到来，他们内心多少有些忐忑，毕竟方文山平时和白宁斌没什么来往，也就去年手上有个项目需要资金，白氏集团给他投了资。没过多久，等白宁斌到会议室后，张幼娇也跟着进来，手里还拿了份合同。合同的内容很简单，给方月新的药品研究项目再投1个亿，什么条件也没有。而看到合同的方月新则是完全控制不住表情管理，震惊地看着白宁斌。我以个人名义追加1个亿的研究费用，同时京城大学医学系包括实验室都由白氏出资。白宁斌的话无疑是给几人投了一枚重磅炸弹。方文山征战商场多年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儿。他走到方月新面前，接过这份合同看了看，强行逼自己冷静下来，试图找出白宁斌的目的，可换来的是白宁斌更加优越的条件。父女俩眼神在半空交汇，两人神情都不是很淡定。方月新想到他们研究这个药物多年都不曾放弃，又想到方圆的事儿，他咬了咬牙，就算这是鸿门宴他也来了。没问题，合约我签。方月新拿起笔刷刷的签上了自己名字。等方家3人签完合同离开，白宁斌则回到自己位置开始忙碌起来。几个小时后，他挂断会议视频，又给张幼娇打了个电话，订一张到杭城最近的机票。本来以为最近不怎么忙，可以多和方圆联系，可这会儿又有事情弄不好的耽搁1周。想了想，他拿起手机打开了微信置顶，发了一条消息过去。最近这几天需要出差，有空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有急事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消息发过去没一会儿后就收到了回复。好的，路上注意安全。你收到白宁斌微信时，正在房间收拾行李箱，收拾到一半就碰到了方文山3人回来。你赶忙下楼，叔叔，你们回来的这么快？他们出去到回来的时间也不过几个小时。方文山这会儿心情很好，愉悦地说道：今天去白氏集团签了一份增资合约，你姐那个项目这下不愁资金了。你心里咯噔了一下，白宁斌说给你叔叔增资，你以为是开玩笑的，没成想是真的。你握住楼梯扶手的手紧了紧，那真是好事儿，姐姐现在不用担心资金链影响研发进程了。方月心也笑笑，小袁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你一回来，方氏业绩跟着往上涨。他调侃时完全没注意到你嘴角抽了抽，白宁斌应该不会在叔叔面前乱说吧？你余光看了眼方文山，方文山这会儿正高兴地哼着歌往厨房走。你看到叔叔这样，估摸着白宁斌没有乱说话，不然他不会这么高兴。你心下松了口气，叔叔，我明天要去杭城，要过几天才能回。方文山愣了下，又反应过来确实有这回事儿。叔叔再给你转点钱，要是面料合适，你就定下来。钱不够的话，给你姐或者叔叔婶婶打电话都可以。你点了点头，随后就被姐姐挥着手招到客厅沙发上。方月新给你倒了杯茶，明天几点的飞机？姐姐送你。下午的飞机，到那边差不多晚上。白小纯会来接我。看来外界传闻也不可信，都说白宁斌手段深不可测，可今天他白送了我1个亿，看来他弟弟也是个很好的人。你听到这话差点没咳出声，你没敢说自己认识白宁斌的事，主要是怕方月新炸锅。晚饭过后，你接着收拾房间，等你整理好洗完澡，已经快10点了。床头柜上手机屏幕亮了又亮，你边走边擦头发，拿起手机一看，是99家的微信未读消息，全是白宁斌给你发的。睡了吗？我明天要出差，可能最近2天不能及时给你回消息，会生气吗？不回消息是睡着了吗？你叹了口气，白宁斌这么闲的吗？你按了按手机，一条一条的回复他，还没有睡，我明天刚好也要出差，去看服装面料，这2天可能也会有点忙，不会生气。你一条一条的回复完，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明天的飞机我先睡了，白姐姐也早点休息，晚安。白宁斌今天晚上喝了点酒，他有些挫败，躺在沙发上不断拧着眉心。没开灯的客厅显得很暗，幻想中的手机屏幕亮光迟迟不见踪影。他从桌子上拿起手机，点开了微信，看了眼置顶，真没良心。他眼都不眨投了1个亿给方月新，心上人都不主动发个消息给他。虽然给方月新投资是他自己愿意的事儿，但小袁那么聪明，难道会猜不到他在曲线救国？还是说即使小袁知道也不在意，就因为没感情？白宁斌眉头皱得紧，越想越感觉心口喘不过气，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点开了对话框，猛猛地发信息，可都石沉大海。白宁斌在纠结要不要给你打个电话，可又怕把人逼急了，他真是进退两难。苦恼之下，白宁斌只好上楼洗个澡。等他洗澡出来的时候，你的微信这会儿也回了过来。白宁斌走出浴室，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他总算等到了你的消息。白宁斌头发也没擦，只是一句一句地回复着你的每条微信，尤其最后一句晚安，他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可能是猜到你已经睡下，他也没多说，回了消息后就把手机放在了床头柜。你的生物钟很准时，早上7点不到就醒了，下意识拿到手机，里面第一条信息就是白宁斌昨晚发的，刚在洗澡，没有及时回复你，抱歉。还有晚安喽。你听完觉着脸有点烫，犯不着洗澡也给你说吧。你纠结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不回复。等到下午，你和叔叔姐姐还有家里的阿姨告别，便踏上前往机场的路。白小纯也跟着一起，她很久没出去了，显得有些激动，就连机场的菜馆也要逛个仔细。等到航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此时你们拖着行李往外走，而你刚打开手机就收到白宁斌的消息，只是看了一眼就立马关掉，因为你觉得这样不太好。虽然说是以朋友身份相处，但白宁斌一直在往前走，一步一步试探你的底线。而且你这样想着，扭头看了眼白小纯，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等到酒店吧，我给你说个事。什么事啊？神秘兮兮的。到了我就告诉你。2人在机场打了车，没一会儿就到了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拿了房卡，你们朝着往电梯走。
此时正好电梯是下降状态。白小纯看着酒店名字，若有所思。小袁，这酒店好像是我家的。他这话突兀，你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只是还没说话，电梯叮的一声打开，两人同时转头准备进去，下一秒就看见白宁冰就走了出来。白小纯直接呆住，姐，你怎么在这儿？你也正在原地。白宁冰是跟你说过他出差了，你也没在意。可谁知道这世界这么小。白宁冰看了看两人，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你的脖梗处，眼神忍不住的亮了亮。他朝着你的方向走来，那眼神就像是许久不见肉的狼。你看他这副模样，也忍不住的后退几步。可你刚挪动脚步就被白宁冰拽住了手。白小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姐这操作，又看了看你，这两人什么时候搅到一起了？姐，他说不出话，面前的情景太让他震惊了。你挣扎着，脸憋得通红，你快松手。白宁冰没有理你，偏头看了眼白小纯，好心提醒你一句，季姐的航班这会儿大概落地了。白小纯脸色一下白了下来，他已经来不及去想他姐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他拉着行李箱，磕磕绊绊的开口：小袁，我有事先走了，我姐会照顾你的。说着就拉着行李往酒店外面跑。你眼睁睁看着白小纯拿着行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你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不是，季姐是谁啊？这么让你害怕，甚至抛下我？难道那个季姐和白宁冰一样吗？在想什么？白宁冰拽住你的手腕，另一只手推着你的行李箱，带着你就往电梯里面走。而你停下思考，继续挣扎。你先松开我。白宁冰按了28层楼的按钮，偏头看了你一眼，挑了挑眉。这会儿不叫我白姐姐了。他就知道你说的都是一些敷衍话。你听着他略带伤心的语气，抿了抿唇，索性放弃手上的动作。你刚为什么不松开我？小纯肯定误会了。误会什么？兄弟变成姐夫，他高兴还来不及。说着，白宁冰的眼神又望向你的喉结，你顺着他的视角，发现他隐隐有往里面窥视的意思。你立马反应过来，脸憋得通红。你不要脸！白宁冰有些病态的笑了笑，往前走了2步，把你困在了怀里。天知道他今天面对公司的破事有多糟心，只有你才能抚慰他的心灵。随着电梯门的打开，白宁冰拉着你的手，顺带着行李箱直接进了房间。房间里面很是昏暗，你看不清白宁冰的脸，但你知道他在看着你。能不能开下灯？白姐姐，你答应过我不会逼我的。白宁冰低笑了。